来到了我这趟马来西亚华人欧洲之旅的最后一站，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这次我们一起走进塞切尼连桥，感受这座城市的浪漫气息，看看被称为世界最美的咖啡厅的纽约咖啡馆是不是真的名副其实呢？漫步在布达佩斯街头，来到渔人堡这座充满童话感的白色城堡，站在高处俯瞰多瑙河一览无尽的美丽景点，尽收眼底。在巴黎庭院品尝精致的甜点，体验这里的优雅，探访世界最美的麦当劳，看看这家麦当劳是不是真的像皇宫一样华丽呢？观光布达佩斯中央市场，感受一下当地的地道美食与文化，还有许多的隐藏小惊喜，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探索布达佩斯吧。我们抵达了布达佩斯的东站，这座拥有100年历史的铁路枢纽，自1884年驱使以来，一直通往东欧的重要门户。但是呢，对我来说只是旅程的一个短暂停留，立即叫了一趟 boat 前往我们的酒店。这个酒店属于市中心地理位置比较便利的地方，酒店建于19世纪末，融合了经典的欧式款式与风格和现代的舒适感。最棒的是呢，大厅有免费的饮料区，可以随时享用咖啡或者茶。选择住在这里呢，因为很有家的感觉。公寓式的套房有厨房啊、客厅啊，额外卧室也有洗衣机，适合常住或者喜欢宽敞一点的旅客。安顿好后呢，我们稍作休息，毕竟舟车劳顿需要调整一下状态。等恢复一点精神后，我们决定呢，先去吃个饭，再悠闲的在街头漫步，感觉布达佩斯的氛围。老实说，这趟旅程真的有点太累了，所以今天轻松一点，简单吃个饭，随意走走看看，早点回去休息，养足精神，接明天的行程。按理来说呢，来到匈牙利当然要试一下当地的美食，但是我妈妈强烈想吃米饭，所以我们决定到附近评价极高的泰国餐厅。今天的天气真是又冷又晒，是一种很特别的组合。寒冷的空气加上明亮的阳光，让整个城市的氛围感格外独特。大概走了15分钟，我们来到了一家温馨可爱的小泰国餐厅。原来在这里点汽水瓶子是需要收押金，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做法，但是挺有趣的。这里的泰国餐是按照西方的方式来点餐，一人一盘菜。原本是想多几道菜一起分享，但是桌子实在不够大。跟你们说，这家真的超好吃，我点的这个菜忘了名字，但是味道真的好到现在都念念不忘。这家呢是一个正宗的泰国人开的店，味道真的很地道，除了可能不够辣。下一站是鸭超，纯粹就是想看看这里有卖什么，价格又如何。果然呢，我们常见的商品价格都涨了，而且这家鸭超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既然呢来都来了，索性就去当地看看普通的超市。结果呢，这家超市的服务态度真的非常糟糕，我还觉得那个收银员有一种种族歧视。今天就到这里，真的太累了，时差、舟车劳顿加上睡眠完全不足，整个身体都撑不住了。最重要的是先休息，明天养足精神再继续。早上好，今天一大早5点半就自然醒了，真的没办法，我其实挺认床的，所以睡得不太好，然后又时差呢。我也刚好可以早起化妆打扮，早点出门玩。今天的穿搭我很喜欢，刚好和等下要去的渔人堡非常的搭。这件连衣裙拍照一定很好看。当然呢，今天也冷了，当然是会套个外套保暖。原本的计划是在称世界最美的咖啡厅的纽约咖啡厅吃早餐，但是现场实在太夸张了，排队的人潮一路延伸，看起来我觉得至少要几个小时的队。可能呢，因为今天是星期天，人真的特别多，根本不行。最后呢，决定明天早点来碰碰运气，于是改了打车去一个当地一条比较人气的步行街走走逛逛。我们来到了安德拉斯大街，布达佩斯最著名的大道之一。它建于1872年，连接市中心的英雄广场，以及华丽的新文性复兴风格建筑和欧洲贵族的气息与文明。这里不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还曾是贵族和上流社会的聚集地方。如今这里是布达佩斯最具代表性的街道之一，汇聚了高端的精品店、歌剧院和历史建筑。其中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就是匈牙利国家歌剧院。国家歌剧院建于1884年，由建筑师米克罗什伊布的设计。
跑到了超市，想买一个匈牙利经典小吃 Tururudi。这个零食的外层是巧克力，里面是奶酪或者酸奶夹心，看起来很特别。不过老实说，对我来说真的太甜了，发现一口咬下去超级甜。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呢？布达佩斯其实是由于2座城市合拼而成的，布达和佩斯。多马和正好把它们分开。刚好呢，路过了一家越南餐厅，肚子也正好饿了，点了一碗在大马也常吃的越南面，但不想吃太多，因为等下我们继续探索更多的美食。走着走着，我们看到了一座宏伟的建筑，这里就是李斯特音乐学院，它是匈牙利最著名的音乐学院之一，成立为1875年。我们的下一站是渔人堡，我决定步行前进，天气真的很好，很适合慢慢的散步。我特别的喜欢在欧洲漫步，因为沿途的风景真的很优美，气氛呢也非常的悠闲自在。但是在马来西亚，我几乎是不会选择步行，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走去渔人堡的路上，我想着沿途应该会有一些咖啡厅，正好可以坐下来点一杯咖啡，配上一份甜点，享受这份美好的时光。所以就这样找到了这家咖啡厅，点了一杯热咖啡。特别喜欢他们的户外座位，在这种舒适的冷天气下，享受一杯咖啡真的太完美了。不是那种刺骨的寒冷，是刚刚好的微冷，配上一杯暖暖的咖啡，简直绝配。喝了咖啡，吃了甜点，是时候继续步行到渔人堡啦。不得不说，在这趟旅程里面，我们真的都瘦了，因为走路走得太多，简直变成了一个健身减肥之旅。不过呢，沿途的风景实在太美了，走再多的路都觉得很值得。你们自己看看吧，这条路多么优美啊，每一步都像在画里面。而且呢，我真的超期待在看到塞切尼链条桥的前面是怎么样子，什么真实的模样。在之前只有在图片里看过，这次能亲眼看到，真的令人很兴奋。这个桥呢，出乎意料的很多人步行，大家都在慢慢欣赏这座城市的美景。塞切尼链条桥真的是很有艺术感，桥上的灯饰设计也特别有氛围感，整个风景一流。在这里拍了好多张美照，完全不后悔选择步行，反而觉得这是最好的方式，因为桥上的风景必须慢慢走，才能感受它真正的魅力。这座桥建于1849年，是布达佩斯两地的第一座永久性桥梁，连接了多瑙河和两岸，象征着匈牙利的统一与现代。它的名字来源塞切尼伊斯特万伯爵。过了桥之后才发现呢，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而且还是上坡路，真的很累啊。但是没办法，一定要坚持下去。其实沿路呢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游客和我们一起走，大家都在努力爬坡中。其实渔人堡呢建于1895到1902年，是为了庆祝匈牙利建国1000周年而建成的。它的名字来源中世纪曾在这里守住的渔人工会，他们负责这一带的城墙。如今呢，成为了布达佩斯最受欢迎的观景台。站在塔楼上呢，可以俯望整个多瑙河和国会的大厦，风景美得很像一幅画。我们在渔人堡餐厅稍作休息，喝杯咖啡。走了太久，所以又累又渴。这里的环境实在太美了，露台上可以俯望整个布达佩斯，风景绝佳。这个餐厅与渔人堡是同一时期建成的，混合了新哥特风格和新罗马风格，如今已经成为了欣赏美景和体验匈牙利美食的最佳地点之一。走出餐厅，我继续漫步渔人堡，这里真的像童话故事一样的城堡，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浪漫的气息，特别是这些尖塔和白色的石墙，真的让我联想到了迪士尼的城堡，真的有种进入了童话世界的感觉。这里的7座尖塔代表了匈牙利最早的7个马扎尔部落，他们在公元895年建立了匈牙利王国。整座建筑融合了新哥特式和新罗马风格，宫门、雕塑、塔楼，每一处都充满着细节，超级适合拍照。站在这里可以俯望整个多瑙河、国会大厦，还有布达佩斯最梦幻的城市风光。这里也是布达佩斯最受欢迎的观景台，特别是日落的时分，金色的阳光洒在城市上，简直美得像一幅画。如果你有来到布达佩斯渔人堡，一定要过来。这里不仅有超美的景色，还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浪漫气息。
天色也渐渐暗了，所以我们打算去吃顿饭，结束这段美丽的探索。在渔人堡观台走下楼梯的时候，发现这个角度的风景也很特别，和刚才在上面看的完全不一样。这里的建筑在不同的角度都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美感，所以当然要拍多几张照片了。想到还要走路回去，真的有点害怕，因为真的挺累的。但又想想能在这个国家悠闲的漫步欣赏傍晚的风景机会并不多，所以还是决定走下去。途中有很多游客，大家都在享受布达佩斯的傍晚时光。我们再一次经过了切塞尼链条桥，天色渐黑后，这座桥的气氛完全不同，打光的亮点显得更加浪漫，更有艺术感。忍不住又在桥这里拍了好多张照片。走到了市区呢，也逛了一下，去了一下店啊 ，shopping 一下。决定再去昨天那家泰国餐厅吃一顿，因为真的太好吃了，想吃多一次。吃完饭呢，顺便逛了傍晚的街道，也买了他们的烟囱卷，网友非常推荐。最后呢，我们走回酒店，决定要好好的休息，期待明天去到世界最美的咖啡厅——纽约咖啡馆，再一次开启布达佩斯的美好旅途。隔天的一大早，我们就出发步行前往纽约咖啡厅，大概步行15分钟就到了。没想到还没开门，门口就已经很多人在排队。不过呢，比起昨天的情况，好像没那么夸张。果然就是世界最美的咖啡厅，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潮那么多。我们大概排了15分钟，终于进去了。不过进门后呢，还需要再等工作人员叫好，才会被带到座位上。进去的第一眼反应真的只有哇哇哇哇，这个整个太过奢华，太过梦幻了，像走到欧洲的宫殿一样。纽约咖啡馆的历史可以追随到1894年，最初是纽约人寿保公司在这里开设的一家豪华餐厅。当时这里是匈牙利的文学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的聚集地，被荣为布达佩斯最重要的文化沙龙之一。整座建筑采用了意大利文新复兴风格，高冷的天花板上手绘了精致的美画，金色的雕刻，华丽的吊灯，每一处细节都充满了艺术感。我在这里点了一个苹果派和班尼迪克蛋，结果让我超级惊艳，这两道菜都非常的好吃，尤其是班尼迪克蛋，可能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班尼迪克蛋。本来在这里对食物没什么期待，毕竟大家都说这里是来取景的，但是没想到味道这么棒，完全超乎了我的预期。难怪它被称为世界最美的咖啡厅，完全是欧洲宫廷级别的享受。无论是历史上的痕迹，还是视觉上的震撼，纽约咖啡馆真的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咖啡厅，而是一场穿越100年的艺术体验。吃完早餐呢，我们决定前往布达佩斯中央大市场，当然是步行过去。当我远远看到这座建筑的时候，整个人都超级激动，因为太像我小时候的玩具屋。没想到竟然真的是存在。这里的天气真的很特别，太阳超级晒，完全睁不开眼。但是奇怪的是，气温很低。我们现在到了布达佩斯的中央大市场，这可是匈牙利最大、最古老的市场之一，也是当地人和游客最爱的地方。市场建于1897年，建筑风格是新哥特式，最特别的就是它色彩斑斓的屋顶是由匈牙利著名的佐罗尼瓷砖装饰而成的，远远看去就像一座童话的城堡。过去这里是布达佩斯最重要的食品交易中心，每一天都有新鲜的蔬果、肉类、海鲜和香料运过来，提供整个城市。今除了保留着传统市场的功能，这里也成为了游客必逛的热门景点，可以找到各式地道的匈牙利美食和手工艺品。市场其实分为2层，一楼主要是食品区，你可以看到当地人购买的新鲜食材，也能找到许多匈牙利的特色美食，比如匈牙利的香肠、鹅肝、辣椒粉、蜜糖和当地的红酒。到了2楼，这里是纪念品和手工区，可以买到手工的刺绣、陶瓷、木雕，甚至传统的匈牙利服饰，很适合带回家做伴礼。
除了这里呢，市场还有几家特色餐厅，一定要试一试。但是我们今天来的是一个公众假期，所以有很多店没有开。我们来到了市场的地下室，这里有一个匈牙利的特色产品区，专门出售匈牙利的特色产品，像是葡萄酒、辣椒酱、辣椒粉、鹅肝酱、蜂蜜和手工艺品等等。不过呢，我们来的时候正好是公众假期，所以很多店都没有开。但是我们在这里走了一圈，感受一下这座城市不一样的氛围。虽然没有逛到全部，但是也能看到有一些正在营业的商店。逛完了市场，我们走出来，在附近漫步，感受布达佩斯独特的氛围，一定要感受个够。漫步绝对是欧洲旅游最好的方式，可以慢慢欣赏当地的细节，连街灯都充满了艺术感。路上还喂了喂鸽子，这一刻真的感觉到走进一个平静惬意的世界，和日常生活节奏有一点不同。走着走着又饿了，正好有一个我很久以前就想去的地方，是一个高级酒店里面的咖啡厅，设计风格非常独特，完全不像一般的咖啡馆，超级期待，我们赶快去看看吧。我们来到了巴黎庭院的巴黎长廊 Parisi Passage Restaurant， 这里是一家超级精致又充满历史感的咖啡厅，坐在这里就像回到去19世纪的欧洲。咖啡馆的玻璃穹顶、精美的雕刻和复古灯饰，真的让这个空间充满优雅的氛围。随便一张都是艺术品的照片。巴黎庭院呢，最早建于1817年，最初其实是一家豪华的百货商场，后来在20世纪的时候重建。在这里呢，点了一杯咖啡和几款法式甜点，慢慢享受这片美丽的空间。10世纪重建之后呢，变成了布达佩斯最华丽的购物商场长廊之一。这里是以新艺术风格和摩尔式装饰而闻名。巴黎庭院呢，不仅是布达佩斯最华丽的建筑之一，它的设计还受到巴黎宫廷廊的启发，所以得名巴黎庭院。如今呢，这里不仅是一家豪华酒店，还是一个充满历史韵味的打卡地。能来这里喝杯咖啡，真的特别别具一格。走在布达佩斯的街头，真的会让这里的街头设计所吸引。街边不仅有优雅的欧式建筑，还有充满了绿植和鲜花，让整个城市充满了生机。无论是角落的复古灯珠，还是装饰精美的阳台，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感觉这座城市充满了艺术感和浪漫氛围。随便走走都像在电影里的场景一样，美得让人忍不住多待一会儿。下一站我要去麦当劳，是不是觉得很好笑？为什么到布达佩斯还要去麦当劳？其实呢，这位于火车站附近的麦当劳被称为世界最美的麦当劳之一。既然有机会来到这里，当然要去见识见识，看看到底有多特别。其实来到这里看到建筑，已经知道应该蛮好看的吧？其实建筑也非常的漂亮。这就是世界最美的麦当劳啦，确实是很有美感。内部的装饰完全不是一般的麦当劳，真的很有欧洲贵族风格，但是超级闷热，暖气开到了35度，我这个马来西亚人完全受不了。在大马已经热得发疯，来这里就是要享受冷天啊，没想到来个反转。不过想想呢，可能本地人喜欢开暖气，跟大马人喜欢开冷气一样吧。走到这里其实已经很累，正好看到一家很多本地人在吃的餐厅，决定进去看看，没想到竟然是印度餐。竟然都走到这里，我也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印度菜这么多本地人喜欢呢？这家其实是一个快餐版的印度餐厅，我点了一个套餐来试试，味道确实挺不错，香料很足，但是对我这个大马人的味蕾呢，完全不够辣。最让我震惊的是价格，比马来西亚的印度餐贵了太多，但是总体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没想到在这里能吃到印度料理。吃饱后，我们在周围再走走，慢慢感受这座城市的氛围。毕竟今天是我们在欧洲的最后一天，
明天一大早就要出发去机场。我们会先到广州转机，然后再回到吉隆坡，所以会在广州逗留1天。司机来载我们去机场，路途上也看到了很多的风景，总结了我们大马母女的欧洲之旅。一路上看到无数的人，无数的美景，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也体验了很多不同的文化。最重要的是，不仅仅是旅行，在旅途上我们学习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收取了许多珍贵的回忆。这趟回程也许结束了，但是美好的记忆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坐了1个多小时的车，终于抵达机场，心情真的很激动。你们知道那种在国外待久了，开始很想念家的感觉吗？不知道我家的猫咪们有没有吃饱，有没有想我呢？但是我们还有一站要去，这是比较熟悉的地方，竟然是要中转广州，那一定要吃点心。我每次来广州都不会错过点心，所以这次我带妈妈一起去体验。不过我最担心的是，如果在飞机上睡不着，到广州就会变成行尸走肉。还有我的早餐就是肯德基，选择不多，这个好像是最好的选择吧。不怎么好吃。因为时差的关系呢，我们中午起飞，但抵达广州的时候已经是隔天的早上7点。虽然呢飞行时间是13个小时，但是因为时差的问题，那个日历就自动跳了1天。希望一切顺利。广州我来了。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在飞机上完全没睡着，结果在中国南方航空上干脆看了整部的中国古装片，整整13个小时把全集看完了。好吧，我们下期在广州见吧，拜拜。